各位棋友，今天我们将继续为大家系统介绍左马盘和新的变化内容。可以说，今天这局为大家展现出一个用炮技巧，边打二怪，非常的精彩独到。我们快速走到棋局分界点，红方上马，此时黑方进卒，红方出车，黑方也出车，进车过河，前来压制，黑方马二进三，形成双正马。走到这里，红方抢先兵七进一，目的挺兵制马，活通马路。黑方马七进六，这就形成了红方当头炮过河车，黑方以左马盘河，经典的棋局阵型。此时红方比较好的走法就是马八进七，形成假马当头炮。黑方不着急，选择车一进一，快速出车，将来甩车过来，能够形成火力集结。此时走到这里之后呢，红方他比较好的走法就是兵五进一，发动中路的进攻，将来还有中炮盘头马这样一个攻势。黑方挑起战端，进卒意在回马踩车，红方比较好的走法就是车二平四，跟住马。此时进卒吃掉兵，这里威胁红方马。那么前面我们提到，如果说退车吃的话，那这里进卒吃完马之后呢，黑方有一个过河小卒，明显有点小优势。然而红方比较好的就是兵五进一，打通中路。走到这个变化呢，前面几局我们都是介绍黑方炮八平五比较平稳的走法，本局我们介绍更加积极的进攻走法，进卒先吃马。那么你这里吃完之后，红方也是进兵吃掉，先手来一个将军。此时不能平炮又不能飞象，依然是借助中路优势，小兵一路横冲直撞。黑方比较好的走法就是士四进五补后中路，红方退车吃马。此时可以说这个局面红方非常的满意。那么接下来黑方又该如何行棋呢？这里必然要走车一平四，你目前来说还不能吃他这个兵。吃完之后他平车的话，那前车后炮在这里夺马，同时这个马是离不开的，他随时车能够抽子。好了，这里这个棋局之下呢，看起来红方已经是中路占据优势。那么红方接下来有几个走法呢？兵五平四，将军兵七进一，还有马七进五，当然还有车九进一，可以说4个走法非常的经典。今天本局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兵五平四的变化。当然在走这个变化之前，可能大家会认为为什么没有走兵五平六呢？实际上这个走法看起来成立，当然现在已经被淘汰。因为如果说你这样走的话，黑方反下当头炮，这里来一个先手将军，无论你称士还是跳马的话，黑方都是车四进二，吃掉这个小兵。当然大家或许会认为，我兵再回来，这里不是巧妙对炮吗？你打掉我再打掉，然后这个小兵还是有一定的优势。那这样走的话，黑方是完全可以平炮闪开，瞄准你的三路象。那现在你这个小兵再摆开了，摆来摆去的话，势必要回防底象。那这里它又有平车以及飞象的变化。比如说象三进一的话，那黑方比较好的就是进车，目的不让你这个七路马往前输送。一旦红方后方的子力上不来，他前方这个小兵就显得没有太大的优势。好，我们返回来。那么在这里，当黑方调转枪头打底象的时候，他还有一个平车。那现在拦着炮又吃着卒，黑方顺势平卒，威胁红方这个炮。那这个炮肯定是要保留的，你现在兵平开的话，那这个炮白白丢掉了。比如说他炮五进一的话，进卒。好了，这里在开局你有一个过河兵，黑方有一个卒，已经逼近9攻，将来势必有很大的威胁。这里我们就先点到为止。我们把兵五平四的变化，把这个小卒的威力发挥一下。由此可见，红方兵五平六并不会占便宜。
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，兵五平四，这里将军也是拉开了精彩的序幕。比如说黑方炮8平5，感觉也是可以，但是这个局势稍微偏平稳。他比较积极的走法就是象7进5，接下来就进入精彩的序章。那现在红方前方车炮兵呢，他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，他现在又有马7进5，炮8平9准备亮车，还有车9进1，快速启动后方力量。本局我们着重看马7进5的变化。那这里走完，他将来的目的有马5进6，再次炮8平6，这里盖住车，然后平炮打。那么接下来黑方先保留小卒的优势，依然是卒7进1，此时红方上马，下一步棋就有平炮打，黑方选择平卒逼近9攻，这里也是引诱红方退车，然后进车吃马。当然红方这个车肯定是不能动。那他现在按照既定的方案平炮打车，这里目前来说车如果说闪开的话显得比较被动，同时车9平8的话在这里形成一个牵制，可以说红方非常的有优势。那么好了，看起来这个局面呢，棋友们在这里看看，如果是你的话，如何采取绝地反击呢？这里就进入了非常精妙的残局阶段。进卒先吃掉是一将军，红方平帅吃掉。此时黑方神之一手进炮将军。那现在这里将军之后，红方就会发现问题，现在到底是飞象还是帅4进1呢？其实这两个变化相差无异，都是非常精妙。那首先我们看它飞象的变化，你这里飞象的话，平炮打士，这里既打着车又打着马，还可以照应前方这个车退车吃马。现在红方行棋，如果说你这里逃车的话，我进车白白先吃掉你这个马，你再吃的话，我炮打回来，那肯定不甘心呐，先下手为强，进炮打掉车。好了，这里一打的话，现在黑方平炮打车倒也是可以，但是走这个棋之前呢，先来个顿挫，进车一将军，帅4进1，此时再退车一将。这里通过顿挫的手法，使得红方子力未动，黑方的车已经抵达下2线，成一个进攻状态。那么现在红方这里就比较尴尬，他到底是帅4退1还是帅4进1呢？稍微不注意它就立刻速败。比如说帅4进1的话，那么好了，这里进炮一将军，这个炮现在这里没有子力可挡啊，只能把炮走开，炮一闪开，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是退炮重炮绝杀。所以说在这里进车将军退车将军的时候，他这个帅也只能帅4退1退下去，此时再来一个平炮打车先手将军。这个局面他现在已经是没有办法反击了。现在打江浙军他还不能飞象，因为重炮有杀棋，想解杀仅此炮退2，退炮挡枪。那么好了，进车一将军，帅4进1，平车把炮吃掉。吃完之后，现在红方看起来好像还能够吃马呀，实则这步棋根本都不敢走，因为借助底炮车5平6的话，一将军就把这个车给抽掉了，你现在还不得不走车或者飞象。实际上这两个走法它都是来不及。比如飞象的话，那么在这里我们进炮退炮就有杀棋，还有平车兜底，可以说先前这个打车手法非常的精妙。我们返回到先前的局面，当黑方进炮这里将军的时候，那红方还有一个帅4进1，这个走法可以说更加的顽强。那接下来黑方在这里采取一个先弃后取，进车吃马，这里车吃着炮又吃着车，那红方也不得不平车吃掉。此时吃完之后，
黑方神之一手，平炮打掉士，打着双车，可以说是本局非常精华的招法，鞭打二怪。那现在底车和这个内道车到底是逃哪一个呢？当然底车没有太大的作用，比较有价值的就是这个车。于是红方选择车6平8，带着捉炮。那接下来黑方进车吃完炮之后还吃着马，黑方是不是要想办法处理一下呢？这里黑方先来一个顿挫，依然是进车一将军，此时帅4进1，接下来平炮打车。当然他这里还不能退回去啊，如果说退回去的话，平炮打完之后呢，依然将着军带着先手。打完之后，现在红方一看比较安全了，进车吃掉炮。吃完炮，这里不还吃着马吗？如果说你马回窝心的话，我在品质战内可以说啊，红方在这里好像还是有一点优势，但是黑方这里是有一个巧妙的顿挫手法，退车回来吃兵，吃完之后这里是杀棋啊。那现在红方怎么办呢？也只能想办法解杀。他比较好的走法就是炮5退1，此时平车吃掉兵，先手将军帅4平5，接下来解救这个马，顺带接应他过河。那现在这个局面之下，看起来红方是车双炮，黑方是车马炮3子，但是红方它是有几个缺陷，首先是缺双士，同时他这个帅位不安，很容易遭到黑方接下来的进攻。他即便是想走平稳的话，进炮打掉马跟你对调，那实则这个走法也是容易导致落败。我们不妨在这里看一下，这里一将军的话你平开，接下来无论如何行棋，可以说啊，黑方是占尽了非常强大的优势。由此可见呢，本局左马盘河为大家展现了一个非常精妙的小卒引起导火索，使得进炮啊发展为鞭打二怪非常精妙的手法。好了，棋友们，今天这局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。如果说你觉得还可以，非常不错的话，欢迎点赞交流，非常感谢。各位棋友，我们继续左马盘河第10讲。今天这局展现了一个计中计，我们快速走到棋局的分界点。黑方进卒，红方出车，黑方也出车，进车过河压制，黑方上马，此时红方冲兵，黑方左马盘河，红方马8进7来应对，黑方车1进1，快速起横车啊，将来能够出动子力稍微快一点。接下来红方冲兵，意在打通中路，黑方进卒回马踩车，红方平车跟住马，黑方进卒吃掉。我们继续延续前面视频内容的变化，红方进兵，此时黑方先吃为快，红方进兵吃掉卒，先手将军，黑方称士补后中路，接下来退车吃马，此时黑方平车占据内道线。那么我们继续延续红方兵5平4将军，他还有第3个走法。这里将军的话，黑方飞象。那么当然呢，在评论区有棋友们在这里提出一个疑问，黑方为什么没有走平炮呢？这里反来一手将军岂不是很好？那如果说你这样走的话，红方称士，接下来他进兵威胁这个炮的话，将来兵逼近9宫，一路往下冲的话，能够破势破象，可以说对黑方来说还是稍微有点危险。所以说他比较稳妥的就是在这里选择飞象，将来能够进炮下底，结合前方的先锋小卒啊，实行一个反扑。那么现在走到这里之后，接下来红方又该如何行棋呢？既有马7进5，炮8平9这2个变化，我们前面第8局、第9局已经介绍完毕。今天我们着重看它第3个变化，车9进1，快速起横车。它的目的也是能够车9平4，既能够火力集结，将来形成一个超级铁门栓。
同时也有车9平2来牵制住我们的无根车炮。那么接下来黑方的走法也是非常的重要，也是仅此一招。车4进5，赶快把这个车走起来，既实行双向连接，将来也有进炮前来压制对方的子力。那么现在红方的他的普招的话走法都是车9平4，可能大家会认为为什么没有走车9平2呢？这里实际上走这个变化也会还原成后面相应的棋局，因为你这样走的话，黑方平车抓马，那么接下来你这个马也只能回到中路，回到底线的话进炮打掉了。我们先按棋局棋谱的走法，将来依然是会还原成这个局面。那么首先我们看比较凶猛的就是车9平4，将来一路往下冲。此时黑方平车抓马，红方这个马也是没有好的地方，也是仅此马骑退5。走到这里，接下来红方这个炮还打着黑方这个卒，看起来非常不错一招两用。这个卒显然是要丢掉的，那既然丢掉的话，就要把这个卒牺牲到最大化，选择进卒吃车。这步棋的目的就是减弱黑方的进攻，把他这个车调开，使得双车不能同线。那么红方也只好选择吃掉。此时吃完之后，接下来红方进炮。这步棋的目的，平炮到中路，实行一炮正5子。同时红方这个窝线马也是黑方想要利用的一个缺陷。接下来红方必然会平车牵制住。这里也是先前为什么没有直接走车9平2，同样会发生这样一个演变。那么走到这里之后，接下来红方平车，目的把这个车先亮出来，将来摆开之后呢，依然能够平炮。那红方果断发现这里有问题，选择上马。现在有8路炮给他生根，他是不用担心了。此时黑方平炮瞄准底象，他的缺陷就是这个底象有象无处飞。如果马再退回去的话，显然感觉不太妥当。红方选择退车看守象，此时黑方进车先吃掉底象。这一步棋可以说是关键的招法。那么接下来黑方在这里有几个走法，红方还得要注意了。看起来红方目前来说很有攻势车兵包括双车非常的通透。但是黑方一旦退车这里捉炮的话，首先他得逃8路炮。8路炮一逃的话，黑方完全可以进炮打底象，然后把这个中炮拔掉。看起来他这个5路中炮是有根的，象吃着，一旦象被破解掉的话，他的攻势完全被瓦解。所以说红方在这里还不得不注意这个炮。现在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炮的缺陷，它能不能进炮呢？如果说进炮，那么黑方炮7平2，接下来进炮下底的话，势必有一定的危险。当然他这里如果说能不能平炮呢？那这个2路炮又能够下底。所以说红方这个炮在这里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点。那如何进行呢？红方在这里采取了一个平车过来，简化局势，先化解后顾之忧。黑方果断进炮打掉，红方退车吃掉炮。吃完之后，黑方退车。那么为什么没有直接退车吃兵呢？其实这里也是涉及到一个借桥过河，黑方意在平炮打边兵，目的把这个7路炮甩到1路来，针对他底线残缺事项的话采取进攻，这也是黑方的一个突破点。然而走到这里现在他的子力不好开展，车前进的话也没有太大的功劳。比如说你进去抓马的话，回马到底线完全就不用担心。这个阵型目前还比较顽固。
然而红方在这里采取进兵，意在破掉士象。黑方平炮打掉兵，红方平兵吃掉象，此时飞象吃掉兵。那么好了，走到这里之后，目前这个车啊，如果说进车过来抓马的话，实际上也来不及了，因为这里进炮将军进炮再退炮的话，将来这个车杀出来，同时啊还是有一定的抽。那么在这里他为什么采取一个弃马呢？这里实际上也是想把黑方这个车啊调离底线。然而黑方啊在这里并不上当，接下来红方采取了上马，形成一个双车马炮全线出击。那么现在很明显，一旦红方再走到马4进6的话，一马踏3子，既踩车又踩马，同时又踩着中象，那红方是不是这个马非常的有进攻优势呢？这时候黑方就来了一个将计就计，进车捉马。你不是要抓吗？我顺便呢送你一程。此时红方啊照计划进行，踩着车踩着马踩着象，感觉很不错啊。那么在这里或许大家有一个疑问，红方跳马的时候，黑方为什么没有进炮底线将军呢？实则我们继续往下看的话，大家就会发现黑方在这里来了一个将计就计。为什么没有进炮下底？也是因为单车炮的话形成一个抽的话，目前来说它这个车啊还能够进行防守，你这里并没有什么攻势，启动这个骑入车的话也是为将来进攻做准备。那么好了，接下来关键的招法平车抓马。现在红方会发现，无论马吃象还是马吃马的话，都已经结束战斗了。那现在硬着头皮吃一个吧。此时黑方进炮，这里就是恰到好处，把握了关键时机。这里一进炮将军的话，现在很明显，如果说称势的话，进车一将军，退势平车，然后形成双车错杀法。当然在这里啊，棋局走法选择了退车防守。那么好了，进车砍士将军只能率武进一，此时进车啊绝杀无解。可以说这一步跳马的话，看起来来势汹汹，反而被黑方反利用，快速出子啊，形成到达前方阵营。然而红方此时发现中了一个小小的计谋。好了，棋友们，今天这一局的变化内容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各位棋友，经过一番周折，我总算把这个棋盘进行了新一轮的更换，不知道效果究竟如何呢？欢迎棋友们在评论区直言相告，小刀在此非常感谢。今天我们继续围绕着左马盘河为大家介绍新的内容。红方平炮，黑方上马，我们快速走到前面棋局的分界点。红方出车，黑方也出车，进车过河。这时候黑方选择马2进3，形成双正马。可以说双正马的话是应对中炮过河车比较好的方式。那么接下来红方为了防止黑方卒3进1的话，形成两头蛇之势，抢先兵器进1，也是提前活通马路。黑方马7进6，就形成了左马盘河基本阵势。接下来红方比较好的走法，马8进7，形成了假马当头炮。黑方走的比较积极，车1进1，这里提前将来车1平6以及车1平7，这里有一定的火力集结和攻势。那么接下来红方采取兵5进1，意在打通中路。黑方发起战端进卒，目的是回马踩车。我们前面提到黑方目前来说这个马比较厉害，红方比较好的走法就是车2平4抓马。黑方进卒吃掉兵，目的威胁红方马。如果说红方退车吃马的话，这一轮交换完毕，黑方多一个过河卒，将来车1平7的话，形成了双车炮，有强大的攻势。那么在这里红方既不吃马又不逃马，采取
兵五进一，目的打通中路，意在车炮兵三子抢夺中路的攻势。那么现在黑方走的比较稳妥，炮8平5，这里先补后一下中路，将来从中路也是有一定的还击之势。常规思维，接下来红方就是进兵吃掉，吃完之后黑方上马。好了，走到这个棋局就是和前面一局的分界点之处。前面一局红方直接平车吃马，是大败而归。那么这一局它有退车吃马，还有回马窝心。当然，本局我们首先看它马3退5的变化，看起来这步棋不太合适。实际上，它这个马前去无门，如果说后退的话，那进车又被卡住了，肯定不合适。那么他马3退5，主要也是因为黑方有当头炮，他提前补后一下中路。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，现在红方要吃黑方的2个马，黑方该如何抉择呢？首先说明黑方中路这个马它是跳不开，红方这个炮形成牵制，这个河口马显得格外重要。马6进8就给红方设置一个小局面。红方箭在弦上不得不吃，先前在这里吃了一个小亏，前方平车吃马，接下来进车吃炮，这里有一定的攻势。殊不知这里一走的话，黑方就给他设置一个小小的陷阱，依然是炮5退1，接下来炮2平5，中路雷公炮，同时还要打车。那现在红方这里平车就是抽子这很明显的。那么首先说明一下，本局如果说红方在这里稍微走得稳重一点，车5平3，退车把这个卒消灭掉，这个棋局继续发展，还尚可形成了和局之势。但是我们往往就是有车不抽感觉很难受。那这一步棋很容易走出来，接下来就进入了今天精彩的残局功夫。黑方平炮，红方进车吃掉。那么吃完之后，这里还有退车吃马，但是红方完全忽略了黑方这个8路马的厉害之处。马8进6的话，这里卧槽就是一个杀棋。那么他现在要么退炮，要么退车回来进行防守，仅此2个抉择。首先我们看他炮8退1的话，防止我们跳马挂角或者说卧槽。黑方快速车1平4，启动后方力量。接下来进车有抓炮的话，依然有跳马卧槽，还有暗藏跳马挂角。红方不得不先退车回来实行一个防守。黑方进车抓炮，这个炮就显得尴尬了。那么现在我们在这里看一下，红方这个炮能不能逃呢？首先比较潜在的就是车9平8，我先给它砍住。但是黑方跳马挂角的话，现在这个炮走不走的话，黑方都有平车吃，还有平车吃马绝杀，感觉可以炮8进1平炮打马。这里吃不到炮的话，平车吃马就是个杀棋。中路雷公炮借助红方这个炮成为炮架，给车生根，同时形成了车马双将，绝杀无解。那么当然在这里我们再次看一下，现在平车过来看守的话肯定不合适，我能不能直接炮8进1，提前守住不让你跳马来犯呢？那么这里又是一个小小的技巧，我们只需要车4退1，这里采取一个弃车。现在你要不要打呢？你打的话，我正好上马挂角绝杀；不打的话，现在平车吃马又吃炮，可以说红方在这里连续丢子。不但丢子的话，同时黑方还有中路的话，形成了非常强大的优势。可以说中路双炮两内有车马，同时还有小卒的协助，可以说黑方攻势强大，黑方能够迅速锁定胜局。我们继续看红方第2个变化，退车回来防守。你现在跳马挂角不成，卧槽就是绝杀。
那现在黑方该如何行棋呢？这里显然如果说要挂角的话，就得解决红方这个八路炮，此时车1平2势在必行。这里抓炮，红方这个炮该如何选择呢？如果说车9平8砍住的话，比如那我们进车砍炮，无论你车吃不吃车的话，都是挂角绝杀。所以说那在这里也没有办法，红方他想保命的话，就只能选择弃子了。那在这里比较稳妥，就是炮5进1，目的守住黑方这个马，把他的角给挡住。黑方进炮进车吃炮，吃完之后这里还吃着马，此时红方飞象形成连环马之势。接下来即便是他平车对车的话，那么这里可以完全不用理会他抢先吃马。那这里他的中炮就是一个薄弱点，退车，目的要拔掉他的中炮。现在红方选择赶紧跳出窝心马，他马5进3的话走不到，因为这里有小卒，选择马5退7，将来马7进6还有一定的防守之势。那么接下来黑方果断采取中路击破，进炮一打将军，红方上马吃掉，黑方平车吃掉马，这里依然有进车吃象，来一个抽子。那么走到这里，红方选择补后中路。接下来这一步棋就很明显了，黑方选择进卒。下一步棋上马卧槽的话，卒给马生根。然后即便是你帅5平6的话，我这里可以平车将军，结合前车后炮，立刻能够形成速杀。这时候红方他也没有办法，选择了一个这样的走法，选择平车，防止跳马卧槽将军。那么这样走完之后，正好黑方选择一个炮5平6，借车给马生根，进炮打车。车如果闪开的话，始终这里有跳马卧槽将军。即便是你在这里弃车的话，进车砍掉马，我平车吃掉，吃完之后，黑方是车炮，有一个过河卒的优势，红方是车马，同时他这个车马子力稍微有点被动。黑方这个卒再次进左卡住象腰，势必将来车炮容易破防。那没有办法，想到这里，红方选择了一个称式，黑方平卒吃掉士，吃完之后这里要进卒吃车他也只好选择把车闪开。那么好了，接下来黑方平卒吃掉象，开始破防。可以说缺象怕炮，这是一个非常强硬的道理。红方吃掉，黑方进车吃，这里一将军。那么好了，其实走到这里就为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潜在的看局的思路。首先我们看现在这里将军的话，他能不能帅5平6的进车底线就是杀棋，因为这里露着脸。当然如果说平车的话，这里也非常的简单，咱们平炮，下一步棋既有卧槽，还有上马踩车，还有进炮打掉车。可以说显然这样走的话，黑方比较有优势。那么经过再三考虑，红方选择称式，这一步棋看起来还不错你进车吃，我这里给你吃掉，上马吃的话我也同样。同时你跳马挂角的话，我还可以帅5平6。那接下来棋友们在这里思考一下，换作是你的话，是用炮还是用马呢？这里就是非常关键的一点，也是发散我们的残局功夫和思维。看起来招法很多，实则我们要借助老家这个将，大家就不难发现，车5平8就是一个杀棋。很明显，现在他的双车形成一个拥堵，同时这个车形成一个低位车，没有办法防守。借助老将把他这个帅位牵制住。如果说想解杀，也只能进车砍士。接下来无论他是跳马还是出将都没有办法，因为这里进车底线一将军的话就是个杀棋。
现在士又动不了，唯独想动帅的话，那同样这里进车将军，退士平车砍掉，依然是一个城压军的杀法。好了，棋友们，今天呢着重为大家介绍一个后续的小陷阱以及残局的攻杀。今天这一局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如果说你觉得还不错，欢迎在评论区点赞交流，非常感谢朋友们。各位棋友，今天我们继续左马盘河第6讲，我们就快速走到棋局的分界点，快速排兵布阵。红方出车，黑方也出车，进车过河，黑方上马。走到这里，接下来有进卒形成两头蛇之势，红方抢先兵七进一，既挺兵制马，同时也是为马八进七活通马路做准备。黑方上马，红方也上马，这就形成了当头炮过河车，左马盘河基本的对抗阵型。接下来黑方走的比较稳重，车一进一，形成一个快速出车。那现在红方打通中路进兵，因为黑方的中路还是比较薄弱的，这也是中炮盘头马主要一个进攻思路。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，黑方挑起战端进卒，既吃着兵又回马踩着车，抢夺一下先手。红方比较好的走法就是车2平4跟住马，黑方进卒吃掉。这里就看红方如何抉择交换。如果说你直接吃的话，这里吃完之后有一个小卒的优势，同时将来有车1平7的话，形成双车炮，包括前方有一个先锋卒的话，这里是有一个很强大的进攻优势。那么在这里红方选择继续进兵，那黑方炮8平5，既补后中路，将来又有反弹之势。此时红方再次冲兵吃掉，黑方也不得不上马吃掉，因为这里威胁着炮，如果说退炮的话，这个小兵在这里形成了非常大的威胁。那么好了，棋局发展至此的话，现在红方有几个抉择呢？平车吃马，退车吃马，还有回马窝心。那么前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2个走法，平车吃马或者说回马窝心，这2个走法稍微都有点软招。它还有第3个走法车9进一，第4个走法退车吃马。今天我们继续看第3个走法车9进一，相对而言更加积极一点。那么现在黑方又该如何行棋呢？这2个马是黑方必须要解决的重点问题。首先说明他这个中路马是离不开被红方这个炮牵制，即便是你进炮打掉，他还是可以平炮给你翻掉之后呢，依然是对中路有所牵制。那势必这个6路马就是要解决问题的关键。实际上在这里黑方有2个走法，可以说一好一差。比如说首先我们看他逃马的变化，经过前面一局的优势，我们选择马6进8，看起来很不错将来有这个小卒，既可以进卒吃马，同时也可以护住这个马马8进6的话，既有卧槽又有挂角，看起来很不错。但是红方这个车9进一的话，守住下2线，这个马就没有任何攻击力度。同时此时红方可以大胆平车吃马，因为下一步棋进车吃炮，这里就有很大的抽子的威胁。现在黑方是称士呢，还是炮5退1呢？比如说你称士的话，无论你士6进5还是士4进5，它都有车9平6、车9平4占据将门，将来等红方称完士之后，容易形成铁门栓杀棋。那么好了，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它比较顽强一点的话，就是炮5退1，也是防止你这里抽。那现在黑方又该怎么走呢？显然黑方这里目的平炮要打车，红方称士补后一下，现在就可以抽了，既有抽车，同时又隐藏着有杀棋。你这里进卒吃马都来不及，因为红方这个炮实在太厉害了。那可能有朋友会认为，我现在打车是不是能占一点便宜呢？实际上你这样一走的话，红方正好来一个车5平6，接下来
有帅5平6，还有车9平6，双车夺底式就能够形成杀棋。你这2个炮啊被完全牵制住。当然，看起来这里好像还有一个走法，我能不能进炮给你打掉呢？这里不就多留了一个道路了吗？实际上这步棋啊稍微有些推波助澜，因为红方依然是平炮打掉先手将着军。现在你炮离开的话，上马将军连上马带进攻的话，可以说这个阵型呢，黑方招架不住，那只能选择称士，他还只能选择士6进5。因为如果说士4进5的话，出帅这就没棋了。那现在这样的话，车9平6依然有铁门双杀，只能将5平6。此时平车1将军，现在这个老将出来容易，但是回去就比较难了。比如说将6平5的话，那么好了，帅5平6，这步棋就是个绝杀无解，守都守不住了。所以说在这里他只能选择平炮挡枪。接下来红方马3进5的话，可以说这个棋局啊，红方可以快速拿下阵营。我们在这里分析一下，双车占据内道线，同时还中路马炮，一旦破掉双士之后啊，可以说快速能够绝杀。同时红方的子力形成一个正面进攻，黑方2个车啊看起来还是可以防守，但是兵力分散，始终握不成一个拳头。看来黑方在这里选择逃马的话，容易遭到红方的先手。那么黑方这里比较好的就是进卒吃掉马，接下来就进入了双方精彩的对攻棋局。现在红方退车吃马感觉也可以平车吃马也不错。但是当然在这里车9进1的话，就是为了给我们展现出非常精彩的棋局。它比较好的就是车9平4，这里显得比吃马的话更有积极的走法。因为现在黑方这个马走不开，中路马又被牵制，这样的话一车一炮，使得他的子力反而变得比较被动。那现在这里也没办法，他进车守也守不住，马跳开的话进车砍士杀棋。那没有办法，黑方最好的走法就是车8进3，目的是对掉这个车。那现在红方要不要对呢？对完之后会不会占优势呢？实际上这是黑方最为期待的走法。比如说平车对掉，黑方回马吃掉，看起来红方有进车捉双，实则黑方上马的话，这里相位马进可攻，退可守。现在这里踩着车，平车吃完之后还有很大的威胁。当然黑方这里有上马，这里1将军的话，帅5进1。此时黑方再次补后中路的话，你这里既没有抽，同时他的车炮被牵制，而且帅位不安，将来车1平4的话，再次将5平4，形成了快速杀棋。当然在这里这个变化继续往下发展的话，黑方也是明显占一点小优势。如果说红方想摆脱牵制，同时打破这一个阵型的话，选择进炮形成一个对子交换，飞象吃掉，吃完之后这里可以选择平炮把马打掉。当然这一轮交换完毕之后呢，虽说双方子力势均力敌，但是黑方始终有这样一个小卒在这里威胁，可以战线继续往下拉长的话，显然大家都是耗时耗力。经过演变，红方主动吃车的变化不占任何便宜。那他比较好的走法就是进车吃马，先吃你一个占点小便宜，同时形成霸王车。那这里还有杀棋，黑方也不得不选择交换，进车吃掉。吃完之后，这个中路黑马依然是无处可逃。那黑方想保住马的话，仅此炮2进1。那这里走完之后，红方又该如何进攻呢？看起来马7进6很不错实则这步棋是容易走出败招。我们直接看一下，上马这里是马踩着马，你炮打的话我平车吃，但是黑方有一个先手进炮给你打掉，打完之后你要不要吃炮呢？
如果说上马吃的话，我这里可以退炮形成空头炮，将来快速出车的话有一定的攻势，你的车马反而被我这个炮形成牵制。当然如果说你回马吃炮的话，我可以上马的话，反正吃了你一个炮，吃完之后这个变化走完，相对而言黑方不吃亏，平炮打着车，马又护着卒。如果说进去抓马的话，黑方稍微简单一点，可以把你中路这个马给你换掉，这个走法红方不占任何便宜。所以说红方在这里看起来棋非常的妙，但是实则也是有很多的小小伎俩在里面。他比较好的走法就是现在这个炮守住这个马，那他这个炮二路炮势必就能够成为我们进攻的方向。那红方选择冲兵，这步棋就来势汹汹，能够打破你这个阵型，使得黑方比较被动。那么黑方又该如何四两拨千斤，妙手化解呢？这里就出现了车一平3，尤为重要。现在红方这个兵呢，也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吃。因为稍微疏忽的话，黑方称势之后，这里既有跳马将军，还有上马吃兵抢夺先手，这里还带着抽车。所以说红方选择直接冲兵吃掉，这里也给黑方设计一个小心思。那么这个棋局按照我们常规思维的话，肯定是进车吃兵，但是这样一走的话，就很容易受被动。我们不妨演示一下进车吃掉的话，那么好了，这个车拉住了你这一串，此时红方可以上马，马踩着马，马还踩着车，首先说明车不好离开呀，这里丢着子吃着串，那你看起来能够车3平4，马一旦跳开的话，你进车砍底士，这里将军先弃后取，再有炮打车，看起来很不错。但是红方在这里可以先来一个等招，这个马不动，不给你砍底士的机会，平炮打掉卒，打完之后，这里就很明显了，你的子力备受牵制，然而红方呈一个进攻状态。那么现在黑方想摆脱这个局面的话，就只能选择进车吃交换。这里即便是交换的话，黑方也是容易丢子吃亏。那么现在这里既有进车吃炮，同时又有平车吃炮，看起来这个车走不开呀。那么现在你是要退炮呢，还是要乘势补后中路呢？实际上这两个走法都不太合适。比如说你退炮的话，这里进炮先给你打掉，打完你吃不吃的话，我这里都有平车吃你这个炮，你逃炮的话，我这个炮也能够逃开。这个棋局发展呢，红方显然多一个炮，红方占优。那么当然在这里你如果说称势的话，那更好，进炮打掉炮，先手将军，无论你象飞不飞炮，都有平车再次吃你这个炮。那这样的话，同样形成交换的话，黑方显然会多丢大子，棋局发展也是红方能够占优，锁定胜局。看来红方这个小兵还不能随便去吃，那么黑方又该如何抉择呢？这里显然子力非常的被动啊。其实在这里只需要一步缓招，比如说你平兵吃炮的话，那我进车吃马，你吃我马的时候，我平车吃炮，形成一个交换，这样棋局发展下来了，相对而言会形成一个和局。那么黑方比较稳妥的就是此时士4进5，把主动权交给红方。红方现在如果说平兵吃炮的话，那这里和前面交换呢相差无异。那他这里还有另外的走法，就是此时选择上马。其实这里如果说上马的话，我们首先看刚才这一步补士的话，就显得格外重要。这个马一旦跳开的话，无论跳到哪里，既有抽，同时还有平炮打车，把这个车给抽掉了。所以说当黑方称势补后中路的时候，这个马就能够抽子，红方也不得不先发制人，进炮直接给你打掉。黑方飞象吃掉，此时平兵吃炮呢，还是平炮打卒呢？实际上这两个变化走完之后，都会形成和棋的局面。
那么我们可以看，在这里平兵吃炮，进车吃马，依然是再次吃子。所以说红方比较好的就是平炮打掉，黑一方进车吃兵，这里吃完之后依然还有一定的牵制。那么接下来红方比较好的就是马七进八。如果说马七进六的话，这里上马踩掉又护着这个车，显然红方丢子。现在上马踩着车，黑一方选择进车吃马形成交换，红方平车吃掉，黑一方吃马。好了，棋局继续往下发展呢，双方都是士象权单车炮，这个走法相对而言比较积极，而且在最后的残局攻杀里面呢，还是有很多技巧了。好了，棋友们，今天这局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各位棋友，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左马盘和第13局。本局棋意在为我们介绍，在丢子的情况下如何采取先弃后取。我们快速进入棋局，黑一方上马，红方也上马，此时黑一方进卒，红方出车，黑方也出车，进车过河，前来压制。黑方比较好的走法就是马二进三，形成双正马，这也是屏风马应对当头炮最好的一个阵型。走到这里之后呢，红方采取兵七进一，防止黑方形成两头蛇，黑方马七进六，这就形成左马盘和应对当头炮过河车比较经典的阵型。红方上马，黑方进车，意在将来车一平六或者说车一平七做一定的准备。那么接下来红方比较好的就是兵五进一，采取中路突破，黑方进卒挑起战端，意在回马踩车，红方平车准备吃马，黑方进卒吃掉。那么在这里前面我们介绍的很详细，如果说退车吃马的话，黑方进卒吃的话，交换完毕，黑方有一个先锋小卒的优势，同时红方的底线容易造成一个空虚。此时红方选择一意孤行，打通中路。黑方比较好的就是先吃掉一个，接下来红方进兵吃卒，先手将军。黑方仅此一步，士四进五，红方退车吃马，得回失子。黑方平车占据内道线，防止红方锁定将门。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，前面我们介绍了红方其实它的走法非常的多，有兵五平四，兵五平六，兵七进一，还有马七进五。当然呢，平炮进车都是比较常见的走法。今天我们继续介绍它第二个走法，选择兵七进一，目的引诱黑方进卒吃兵。一旦这里吃到的话，它迅速能够平车杀过来，结合后方的马炮居做先锋的话，使得底线很容易攻破。那么在这里黑一方比较好的走法就是选择上马吃掉中兵，先减轻一层威胁。那么接下来红方有两个走法，进车吃马以及平车吃马。当然进车吃马这个变化我们前面两局已经做了充分的说明，黑方都有一个炮八平七瞄准底象，使得红方在这里采取了一个贪吃，最后导致落败的原因。本局棋我们看它比较稳妥的走法，也是正谱的招法，车四平五，这样吃马，显然这个马是不敢逃的，如果说逃开的话很容易被抽。那现在黑一方又该如何选择防守呢？丢子的话肯定是不愿意的。那么这里显然能不能再次平炮？因为前面一局你平车吃马的话，这里我们平炮打象，红方得不偿失。那现在你平车这样的话吃马的话，我进炮打底象，是不是再有平炮打六路士，将来瞄准九路车这个变化呢？这个走法的话就显然不成立，因为红方完全可以进炮打掉马，先手来一个将军。那么现在你要么飞象，要么平炮。我们看比较顽强的平炮，看起来还瞄着车。实际上这样一走的话，红方选择飞象，那么接下来黑一方这个计划完全就泡汤了，反而得不偿失，白白丢掉一个马。好，由此说明红方在这里这个走法还是比较稳妥的。
那么黑方比较好的走法又该如何呢？最好的就是炮二进一，用这个炮给马生根。当然有可能走到这里有很多朋友会认为这步棋是不是走得太差劲呢？因为红方进兵吃掉卒的话，就威胁你这个炮，同时车吃着马。那现在黑方是腹背受敌，两个子都难以防守。实际上真是这个情况吗？这里就是黑方给红方设计的一个巧妙飞刀，看起来吃着炮，实际上黑方这里还价当头炮之后呢，平炮打着车。那现在你该怎么走？首先说明，如果说进车吃马的话，反手一打的话，显然丢车。那要么现在要这个车又走不开。首先我们在这里可以推演一下，这里来不了，这里是车口，这里是马口，它要么是车五平四，要么就是车五平到八路。那比较稳妥的就是车五平八，但是黑方一上马的话，中路炮一将军，这里踩着车又踩着马，不想丢车的话，仅此平车回来。那么好了，这里黑方一上马吃掉马的话，你现在仅此一步进炮打掉炮，这里还不敢平兵吃炮，因为这个马结合后方这个车显然是一个比较标准的钓鱼马杀法，进车砍底式就是杀棋。即便是你现在称势的话，看起来这个防守阵营很不错，但是黑方完全可以退炮。然而这个棋局继续往下发展的话，显然是黑方进多大子，同时双车通透，红方这个九路车完全还在老家睡大觉，黑方取胜也是指日可待。当然红方这个车无处可去的话，他能不能进炮打掉马呢？看起来也很不错实际上你这样一走的话，黑方他是没有炮进行打车，但是可以平炮打掉炮。这里先手将军，无论是你现在称势还是车砍炮，那都是形成一个自杀的行为，这个车白白的被牺牲掉了。在开局红方已经丢掉这个中路车，显然黑方能够迅速锁定胜局。由此可见，黑方在这里进炮的话，就为红方设计一个陷阱飞刀。那红方不能进兵吃卒的话，他比较好的走法就是进炮打掉马。此时不打的话，稍微迟疑，黑方可以平炮反打车，那红方显然得不偿失。那么这个局面之下，黑方他还不敢平炮打，因为你这里一平炮打，他进车一吃，相对而言红方是采取一炮换双，那显然黑方丢子。因为目前来说红方后方阵营车马炮子力阵型非常的强大。那么这里打完之后，黑方这里来了一个还价当头炮，正好借此机会拉扯住红方的车炮。现在这里你是走不开，同时红方还不得不防守，他仅此选择士六进五。如果说士四进五的话，进车底线，将来车和卒能形成底线偷袭。那么在这里现在明显你称完势之后，黑方如果说平炮打的话，他进车吃形成一个简单的交换。接下来黑方进车，目的借助后方这个炮要平车砍炮。那么现在红方能不能进兵吃掉卒呢？心想你将来这里吃的话，我可以平兵吃你的炮，但是黑方可以平车吃，那你现在还来不及吃炮，这个车务必要走开吧，无论你闪到哪里都有平车砍掉兵，然后抽这个马。那么显然红方这个局面上不占优势。那么红方这里还有比较顽强的走法，就是借助这个小兵平炮打掉卒，用小兵给炮生根。看起来红方先前的一系列的操作明显得了一个马，占了一个便宜。那黑方接下来这里还是有妙手的，抓准时机进车捉他的车，趁此机会他这个车走不开的时候，现在反而能够威胁他一下。显然黑方目前来说抓着车的话，红方这个车往哪里闪呢？他无论往哪里走的话，黑方都有平车吃掉卒，然后前后捉着双。
那这个局面发展呢，红方不占任何便宜。那它比较好的走法就是平炮打掉卒，这里来一个将计就计，形成交换。那么倘若看起来黑方这里有退炮回来呀，防止你进炮底线将军，同时车吃着炮，车还吃着车，看起来也不错。但是红方完全可以退炮，将来就把这个车给守住了。那这个局势发展下去了，你这里吃的话，形成交换的话，他后方还有车马炮，使得他的兵种比较有优势。所以说在这里啊，黑方应该采取果断的措施，平车吃掉车，红方平炮打掉车。这步棋主要的目的就是结合中路有炮的优势，形成一个抽子。接下来平车吃兵，这里先手来一个将军抽这个马的话，也仅此一步，选择马七进五。他的目的也是将来丢掉这个马的时候，可以飞象捕获中路，打掉这个卒。现在黑方进车捉死马，红方飞象，此时平车吃掉马，红方平炮打掉卒。那么走到这个局面之下呢，很显然双方啊都是车双炮，红方无非就是多掉一个兵。那黑方此时看起来也可以啊，平车吃掉兵，但是走这步棋之前呢，还是要稍微稳妥一点。他比较好的走法就是炮5进1，看起来这里打着卒啊，实际上后方有炮，主要的目的也是防止不让红方还价当头炮。这个局面之下呢，继续往下发展的话，也是战线拉长，双方啊，如果说比较顽强的话，完全也是一个和棋的局面。那么好了，今天这一局啊，看起来最后双方都以和为贵，但是也是为我们展现了很多飞刀的细节变化。好了，棋友们，今天这一局啊，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